大家好，这是莫安基，我是你的小鸡鸡。这一视频我们就开始把玩一下 Joy Toy 暗云战锤 40K 不拘情终结者。首先有个搞笑事情，帝国之拳给我发了2个能量剑的终结者1，但是特别标签一个是能量剑，另一个呢却是突击炮。那本以为是贴错了，结果我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还真给我发对了。所以我的突击炮终结者3的盒子呢？这次终结者是暗云的葫芦娃3代团，一共呢出了6个战团，每个战团都有3款终结者，一共是18个葫芦娃兄弟。出题方面是复刻了早期的10版终结者，我们拿出第1版的极限战士3款来和这次的做对比，3款呢在身高、体型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细节方面，终结者1在腰部部分的挂饰是被阉割了，另外主打新标配件呢这次也是没有的。终结者2则是阉割了可替换真人头，终结者3是没有任何改变，都是一样的。在腰带部分，这次2侧的是多给了银色的封色涂装，老款是没有的。漆面部分，在颜色比较淡的几款上面，比如白八、EA 都有比较明显的满脸涂装，并且在各部位处也是很脏，不是阴影过多就是蹭到其他颜色。但不要以为深色就没事了，在灯光反射的情况下，能看到漆面是不平整的，并且呢还带有脏东西。装备动力拳的几款到手需要检查一下，那我这款是捏死了，无法战斗。接下来我们分别看一下各军团我认为做的比较差的地方。首先是 TA， 胸口上的浮雕底色为黑色，在边缘处呢是给到绿色高光，想法是好的，但是技术肯定是不行的。高光特别粗，并且呢漆面不匀称，我都不懂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做旧的效果。另外，随身各部位是用了红色阴影涂装，反正我觉得有点怪。这次呢部分手型特别的硬，在安装时需要用很大力气，并且在塞的时候手型连着一圈有裂漆的问题，就怕时间长了胶也会裂。地拳这次相对其他几款产品算是比较好的，漆面和整体都没太大问题。白白还是老问题，因为全身为白色，加上麻面涂装和阴影过多，显得整体很脏。按压整体为黑色，虽远看没啥毛病，但胸口的浮雕处阴影给了过少，导致非常平。黑色圣堂和火蜥我可以说是这次你最值得入手2个战团，不是因为特别好啊，只是因为没有出啥幺蛾子。接下来我们按照惯例来看一下各部的细节，因为素体相同，我就拿 DA 来做演示对比。首先头盔部分，帝国之拳的军事头盔为白色，在凹洞中间呢是给到军事特征的红色线条，暗压的军事为白色，普通的为黑色。肩甲方面，右侧肩甲上是各军团的战团标志图案。颜色部分呢，暗压为白色，火蜥为黑色，其他军团都为自己的主色。左肩甲上附上有符文，军事为下方带有箭头红宝石的符文浮雕，而另外2款呢是常规的符文浮雕。手臂部分，每一款小臂甲上都是有金色的骷髅浮雕。左手手臂2款是装备的动力拳，造型也是分为2种，一种是没有任何图案的，另外一种是带有各自地段相关的花纹图案。下半身部分，终结者1在右侧裙甲和右腿侧面是给到春天印记，双腿膝盖位置的符文也是对应了肩部的造型。终结者2只有在右腿腿甲外侧是有春天印记，膝盖部分右侧为符文浮雕，左侧为战团标志，但部分战团会有颜色和图案的区别。终结者3在装饰部分，一个是在腰带上装有十字挂坠，另一个就在左腿腿甲外侧是春天印记。腿甲膝盖处的造型呢是和终结者2相反的。武器方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给到了1把能量剑，1把风暴暴石枪。总体来说，暗云也是找到了生财之道，看中战队题材本身的重复性。这次18款中，个人建议入手的是火蜥和黑色圣堂，其他多多少少都是有小问题的。只能说你要赚钱可以，但是请把产品做好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看法的所有内容了。喜欢视频的话，请一键3连，这里我就在帮助我支持。我们下视频再见。